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展开了对伊拉克长达38天的猛烈空袭。尽管伊拉克军队几乎只能被动挨打，但当时仍有不少人坚信，一旦进入地面作战阶段，多国联军就会遭受重创，甚至被迫主动同萨达姆求和。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海湾战争中的陆战阶段，也就是沙漠军刀作战行动，仅持续100小时就结束了。此战中，伊拉克陆军遭受重创，也使许多之前让西方国家恐惧的苏式装备走下了神坛。其中对苏式坦克口碑打击最大的，莫过于 T72 坦克从之前的无敌神器变成了人人嫌弃的垃圾装备。本期视频就给大家还原一辆真实的 T72 坦克，并分析一下为何该坦克在海湾战争之前能名扬四海，海湾战争之后却声名狼藉。二战结束至今的80年时间内，各军事大国研发装备了许多坦克。目前各国陆军的主力装备仍为第3代主战坦克，而曾经苏制坦克的典型代表 T72， 既是产量最大的第3代主战坦克，又是毁誉参半最明显的坦克。今天许多军迷都打心里认为其不过是一款过时装备，但公平地说， T72 即使在其诞生那个年代，也只是本着够用而非追求高精尖，只适合苏军自身装备条件的主战坦克。二战结束后，苏联坦克工业慢慢形成了乌克兰哈尔科夫和俄罗斯夏塔吉尔2个研发中心。战后第1代主战坦克 T54 是由哈尔科夫研制，但其改进型 T55 和第2代主战坦克的开山之作 T62 则是由夏塔吉尔的主设计师卡尔采夫研发的。但哈尔科夫在1964年成功研发了 T64， 成功让苏制主战坦克进入了新时代。T64 安装一门可自动装填的125毫米滑膛炮，车手安装了复合装甲，再配备大功率的2冲程柴油机，完全可以将同时代的西方坦克狠狠踩在脚下摩擦。T64 的诞生也让卡尔采夫精心研发的167工程变得毫无可取之处。可就在这时，转机出现了。T64 服役后期糟糕的可靠性恶评如潮，而哈尔科夫设计局又没能力自行解决，苏联装甲兵总局只好要求夏塔吉尔也参与对 T64 的完善工作，甚至主动提供了6辆 T64A 坦克供其研究。但卡尔采夫拿到研发经费后，很快就有了新主意，让167工程脱胎换骨成为新坦克。其炮塔可以容纳一门采用新式装填机构的125毫米滑膛炮，但发动机仍然是4冲程水冷柴油机，同时又研发了采用2块钢板填充石英砂的廉价型复合装甲。这样167工程就摇身一变成了172M 工程。结果当上级来验收时，发现了卡尔采夫竟然搞出了一款新坦克，虽然其纸面性能低于 T64， 但胜在可靠性高且造价更为低廉，于是决定将其作为现役装备。1973年赋予了其 T72 的编号。于是在苏联装甲兵序列中就出现了2款外形和实际性能都差距不大的主战坦克。由于之前 T64 比 T54 先进的多，因此在一段时间内，西方情报部门误认为 T72 要比 T64 性能提升一大截，并将其视为苏联最先进的主战坦克，这也成为了 T72 神话的开篇。神奇的是，相比于装备 T54 的1950年代，此时的苏联却千方百计掩盖这2款坦克的真实水平。T64 虽然一共生产了 1.45 万辆，但由于直到苏联解体，其可靠性问题都没能得到妥善解决，以至于1辆都没有对外出口，自然也无法在实战中证明自己几斤几两。而 T72 尽管并非 T64 的简化版，但由于其本质是一款旧底盘加少量新式部件的杂交坦克，其真实战斗力同样槽点很多。首先，虽然 T72 的125毫米主炮完全可以轻易击毁当时西方国家装备的那一票薄皮大馅的豹一、百夫长等坦克，但其火控系统事实上仍停留在 T72 的水平，不仅不具备动对动射击能力，也很难在实战环境中命中1000米外的目标。
同样，出于成本和可靠性考量 ，T72 的夜视仪需要搭配主外主动红外线灯才能工作，导致实际夜战能力不足。所以在同西方坦克单挑时，谁能首发击毁对方其实很难说。而且 T72 的整体设计也反映了苏联设计师过分拘泥于国战争时期经验，导致思维陷入怪圈。譬如 T46 之所以要安装自动装填机构，就是苏军高层要求该车必须在 T54的体积与重量条件下，具备理论上重型坦克才能达到的火力，所以只能通过去掉装填手来将车内空间利用率压榨到极限。而 T72 的原型167工程则是严格控制车高来降低正面投影面积，这就导致采用转盘式输弹机后的 T72 坦克全车高度仅有 2.19 米，比同时代所有坦克都矮。可事实上，随着1970年代各种侦察设备的日新月异，坦克车身压低不到半米，已经起不到隐藏自己、降低被弹药命中概率的作用。而这样做的代价就是 T72 主炮俯角偏小，且成员钻进坦克后就几乎没有活动空间，很容易疲劳，甚至导致伤病。然而，这一切在西方获得一辆完整的 T72 之前是很难被察觉的。正如二战时美军在阿留申群岛缴获一架完整的零战之前，对其束手无策。更离谱的是 ，T72 在中东战场的首秀给了西方国家以巨大震撼。1973年第4次中东战争后，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继续扩充军备，从苏联购入了外贸版的 T72 坦克。1982年6月，以军大举进入黎巴嫩，第5次中东战争爆发。叙利亚立即将装备 T72 坦克的多个坦克营派入黎巴嫩，在10日同以军的美制 M60 和初代梅卡瓦坦克爆发激战。尽管以军坦克手素质更好，但在拼绝对实力的假弹对号面前败下阵来。M60 坦克手上装甲厚度仅有110毫米，梅卡瓦1的装甲厚度与其相当，而且双方交战距离未超过1000米。T72 大口径主炮发射的穿甲弹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其打个对穿。相反，以军的2款坦克装备的105毫米主炮发射的还是传统圆柱形穿甲弹，对侯版 T72 的复合装甲也是软弱无力。就这样，在面对面的对射中，以军坦克手只能看着己方坦克一辆一辆中弹起火，却对 T72 束手无策。尽管叙军最后还是战败了，但这一次西方坦克同苏制坦克对抗，给了西方国家以巨大震撼。再加上以军未能在战场上缴获一辆 T72， 导致叙军侯版 T72 的火力和防护性能被各种严重高估。此战后，苏联宣传机构狂吹 T72，5家坦克工厂日以继夜地生产 T72， 陷入严重 T72 坦克恐惧症的西方国家不得不抓紧研制装备新式120毫米火炮和新一代火控系统复合装甲的第3代主战坦克。双方坦克对比的天平开始倾斜。T72 在黎巴嫩之战中一炮打红，自然影响到了同期深陷两伊战争的伊拉克。到两伊战争结束时，伊拉克共购买了900多辆 T72 坦克，全部装备在了精锐的共和国卫队。不过，由于伊拉克坦克兵素质低下，高层更是没有大规模装甲战指挥能力 ，T72 好多时候只能当移动碉堡使用，自然无法积累有用的战场经验。当海湾危机爆发，美军决定投入地面部队后，慑于传说中 T72 的恐怖威力，竟然将部署于欧洲的最新型 M1A1 主战坦克海运到沙特。同时，英国也投入了新式挑战者1号坦克，法军投入了勒克莱尔坦克，不仅性能强大，且具备数量优势。不过事后来看，考虑到多国部队压倒性的空中优势，伊军 T72 的悲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1月17日开始，多国部队每天出动超过2000架次的飞机，对伊军各类目标狂轰滥炸，以至于伊军装甲部队只能将包括 T72 在内的坦克埋在沙子中，试图在地面战打响前尽可能保存实力。但即使如此，到2月24日，伊军仍然被摧毁了约40%的坦克。更糟糕的是，更不抗炸的后勤保障车辆、固定的指挥、通信站等设施损失殆尽。幸存的 T72 坦克只能在没有己方体系支援的情况下孤军作战。当多国部队装甲部队进入科威特后，认为自己终于能大展身手的伊军坦克手，发现自己首先面对的竟然是头顶上呼啸而过的 A10攻击机和随时可以从地平线下冒出来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这2款战机不但可以发射大威力的反坦克导弹，轻易摧毁 T72 手上装甲，甚至可以用30毫米机关炮射击坦克薄弱的顶部装甲。按照美国军方公布的数据，海湾战争中
A10摧毁了约900辆伊军坦克，阿帕奇摧毁了约500辆。而 T-72坦克面对这样的空中死神，却因己方防空系统已被摧毁，只能用高射机枪无能狂怒。终于在地面战打响约1天后，一些伊军 T-72坦克终于抓住了同联军坦克正面交锋的机会。然而这时他们才发现，由于苏联卖给他们的是侯版 T-72坦克，其装备的穿甲弹在2000米距离上只能击穿300毫米均质钢装甲，破甲弹也只能摧毁400毫米装甲。而 M1A1 和挑战者的手上复合装甲等效厚度超过了600毫米。反过来，这些新一代西方坦克发射的120毫米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却可以轻松击穿 T-72的手上装甲。尤其恐怖的是 M1A1 坦克发射的频诱穿甲弹，在击穿坦克装甲后还能纵火。而 T-72的装弹机转盘内只有22发炮弹，前4后9共13发炮弹被布置在与油箱一体的弹架油箱中，另有4发炮弹被随意放在炮塔吊篮上，其出口板又没有安装灭火易爆装置，因此穿甲弹或破甲弹的金属射流一旦击穿 T-72的装甲，就很容易引燃油箱，并迅速引发弹药殉爆，或直接引爆散放弹药并引发连锁反应。结果许多 T-72被击中后，成员全部殉难。弹药殉爆又导致炮塔被炸飞，西方媒体迅速将照片满世界传，严重打击了伊军对 T-72的信心。而且即使不考虑甲弹对抗上的差距，双方火控系统上的差距也足以让伊军坦克手绝望。联军的先进坦克即使在沙尘暴中也能发现3000米之外的伊军坦克，而伊军坦克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也做不到先敌发现先敌开火。甚至伊军坦克在多打1的情况下都很难发挥自身优势取得战果。在一次小规模遭遇战中，一辆 M1A1 被3辆 T-72伏击，哪知 M1A1 首先开火击毁了一辆 T-72，剩下2辆 T-72吓得拔腿就跑。M1A1 立即加大油门追击，并成功击毁一辆，可随即因为太重陷入了一个软沙坑。第3辆 T-72以为有机可乘，便偷偷返回，试图攻击 M1A1 坦克的侧后，却不料 M1A1 坦克车长借助先进观瞄设备发现了这一动向，立即调转炮口将其摧毁。后来美军费了很大力气才将这辆近70吨重的 M1A1 拖出沙坑运回了基地。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没有空中力量的介入，多国部队在地面战中也完全可以如2战初期的德军装甲兵那样，轻易消灭数量庞大但技术落后、人员素质低劣的伊军苏系装甲部队。海湾战争以伊军惨败收场，战后统计多国部队只被摧毁了9辆坦克，而伊军却几乎打光了家底。但战后初期仍有一些军事分析家认为，伊军败在双方整体差距过大，苏军自用的 T-72完全可以同西方坦克抗衡，但之后俄系坦克的糟糕表现却让 T-72再无翻身可能。一方面，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和乌克兰满世界甩卖 T-72，从而让西方国家轻易了解到了在最高水平配置下 T-72坦克的真实实力，从而彻底消除了 T-72恐惧症。另一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均无力对 T-72进行大幅度升级，其电子设备落后、成员体验差和穿甲弹性能不佳的固有缺陷，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而在1995年爆发的格罗斯尼之战中，缺少训练的俄军坦克手驾驶着反应装甲内没有炸药的 T-72坦克，贸然驶入了车臣武装分子的伏击圈，大量 T-72被轻易摧毁并燃起熊熊大火，更是给了西方媒体黑 T-72提供了足够的材料。此外，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海湾战争结束后，苏联轰然倒塌，继承其主要遗产的俄罗斯国际影响力江河日下。一些曾经大量装备苏系坦克的国家改弦更张，譬如埃及就买了近900辆美制 M1A1 坦克。今天广大第三世界除印度外，几乎只有一些穷国才继续保有1990年前获得的 T-72坦克。那么一旦再发生地区冲突，这些已经寿命无多的 T-72碰上其他国家装备的新式坦克，结局自然令人悲观。因此 T-72从天堂跌入地狱是必然的，只是海湾战争以最血腥、最赤裸的方式将其展示出来而已。那么屏幕前的朋友，你们认为 T-72是不是一款合格坦克？未来俄系坦克能否重振雄风？请在评论区打出来。我是大胖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